好，我是四蜥蜴，好久不见，差不多有1个多月了吧，这么长时间没有更新，今天就是想随便跟大家聊聊天。其实今天录这个就是因为有看到推上有一个姐妹，她说女本位的作品，无论是影视还是小说，还是其他任何形式都太少了，现在就是满目望去都是男本位的东西。有创作欲望的姐妹，无论是播客还是小说还是视频，就是要赶紧动起来。其实我就是看完这条视频，我就觉得确实是我其实写了很多草稿，手机里有很多想说的文章，也写了很多，但是就是因为写的太多，然后我就不知道应该先录哪一个，干脆我就不录了。其实这种心态也是有点，而且说实话我也会想，网上有很多很厉害的人，然后他们都说得很好，就有点尴尬，就会觉得会不会我不够好。但是其实这种完美主义就是我一直想要去克服的，你不是说你必须要做得很好你才可以去开始做。其实这个自媒体的时代，它本身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展示舞台，不是说你很优秀你才能配得大家的喜欢，你只要展示自己的个性，展现出自己的角度，你就可以去说，你也不需要在乎有没有人喜欢，关键就是在于你把你自己的东西表达出来，然后找到更多的同路人，对不对？我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想法，所以说一开始就会喜欢在网上去创作，然后也借由这种各种各样的途径去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很多姐妹。其实油管也是我的另外一个平台。这种所谓的完美主义心态，东亚的女儿，这种内心里面好像就是随时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啊，你不够好。我还是不希望自己被这个声音打败，我还是无论如何都要去坚持录这些视频，说出自己的想法，聊聊自己的生活，谈谈自己的见解。你无论想做任何事情，不要想太多，就先动起来再说。我相信结果一定是比你想象中那种很可怕的结果会好很多很多。这个话题早就想跟大家说，就我最近其实是做了一个很搞心态的事情。一说到就是要捂住自己的小心脏。我最近在忙什么？我在炒美股，天啦！这是我第一次做这样子高风险的投资，因为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很厌恶风险的人，我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，我不喜欢很多事情不按我的想法去做，或者说不由我操纵。因为你想，股市你就算在看很多的所谓的经济的新闻，或者就算你甚至可以去了解到一些内部消息，或者说你有一个远见，你可以去看这个公司未来的一个发展，或者整一个市场看这条线那条线，过去的新闻现在的新闻，但是你真的无法把控很多东西。以前我的钱都是放在比较保守的这种投资里，但是就是因为最近美国的牛市已经传到我这里了，我就听说好像是叫什么英伟达，什么超微，什么比特币之类的这些东西就传到我的耳朵里，我就想着那我去试一下，因为现在我人也不在国内，我就可以很顺利的去开了一个户，然后莫名其妙我就放了一些钱进去，然后莫名其妙刚开始就赚到钱了。然后这种感觉就很爽，以前好像就是年化8%或者10%就已经觉得很高了，结果现在给我搞1个月就10%，或者说1天就搞10%，哇，这种刺激的感觉简直了。就我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被蒙蔽头脑了，我就会觉得哇，赚钱这么快的吗？这不比我好好踏踏实实赚钱来得更容易吗？那个时候正好我在网上看到，就是之前老钟有一个片子叫什么反诈的，叫做孤注一掷，正好我开货了几天之后，我就去看了那个电影了。结果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呢，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印象很深刻，他说人最要不得的就是2个心，一个是贪心，一个是得失心。然后我看完这个电影，我就会觉得哇，好像确实是，我感觉我在炒股的过程中，我就感觉我自己变得很贪心。按理说我是一个很厌恶风险的人，我会觉得所谓的高收益就等于高风险，而我并不喜欢承担这种风险，但是我却会因为哇，我现在眼里只看到了收益，所以说我就会觉得我想要再多投一点，我想要再多赚一点，这个钱赚得太容易了。看完电影的那个时候，我就会告诉自己不要贪心，但是没有想到我就跌入了另外一个陷阱，叫做得失心。那段时间就正好我投的那些股票就突然有一天就这样子跳水了，
哇，我那个心咚咚咚咚咚，我就会觉得哇，好可怕，我就赶紧抛，就很小白那种操作。其实我现在想想，就是叫什么追高杀跌嘛，好像是这样子。他们那个术语我也搞不清楚。所有的情绪，所有的行为都被这个股市的操纵，被这些大众的情绪或者说庄家的行为操纵。我的心情就完全就是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。我甚至都有一天晚上就做噩梦，梦到我的手机里的钱一下子全没啦，股灾啦，然后我所有的钱全部没了。哇，醒来之后我的心就咚咚咚咚咚一直跳啊！就从那天起，我也是说我不想玩了，所以说我也就撤了一段时间。但是我后来又有点不甘心，我就又进去了。反正就是这样3进3出吧，3起3落。后面又正好到我的生日了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日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节日，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在我的生日那一天，我还想要盯着手机盯着盘，我想着我多挣了一点钱，少挣了一点钱，因为我不是没有挣钱的能力啊。就股市或者说任何的投资理财吧，它应该不是用来赚钱的工具，而是你去理财的工具。如果说你得失心这么重，觉得多赚了一点钱或者少赚了一点钱能够让你心态这样崩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不成熟，现在不适合，可能未来适合，但是现在不适合。就我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不在乎。我知道很多人，比如说他可能做长线，他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1-2年，过一段时间再去看一下子很多。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确实不适合。我的情绪和时间我觉得很宝贵，我不应该去花在这些东西上。我明明可以生活很平静快乐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去享受大自然，去享受朋友跟家人的陪伴，去写作或者去拍摄视频，或者说去思考我喜欢思考的事情。但是我却花了大量的时间盯在一个手机上，然后这个数字起起落落，然后这条线升升涨涨，就时刻牵动了我的心，就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我很失控。无论我是赚还是亏，其实都不划算，都不值得。因为我如果赚了，我就会觉得赚钱好简单我不想好好工作了，我想要通过这个股市去赚钱。这其实就是我以前一直挺不喜欢的一种行为。而如果我亏钱了，我又会觉得自己好惨就没有办法再去以平常心去看待这些事。所以说，当一个事情无论是好是坏，它都会让你有不好的结果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就我也觉得这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，因为我是相信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。那我会去从这段说不好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旅程中，我会去想，那我自己得到了什么？首先我是没有亏钱的，我甚至还小小的赚了一些，只是这赚的钱肯定是不如我把这1个月的时间好好的放在我的生意上，放在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的收益高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我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有了去一个全新领域的体验，而且我更了解自己。我以前没有这样子去发现过我自己得失心和贪心的这一面，因为我是不赌的，我也不碰高风险的东西。就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会第一次看到我的这一面，我其实是会有点惊讶，我不知道我原来还有这样的一面，这对于了解自己来说很重要。所以未来的生活其实还是回归正轨，不是说传统的那种所谓的正轨，而是说我自己生活最让我自己舒适的这么一个区域，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吧。说到这个，我又想到之前很多人流行转码，其实我也有去尝试转码的这么一个时间段，但是那段时间也很不开心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。我知道很赚钱，我也知道可能很有前途，或者很锻炼人的某某能力，但是我确实是不喜欢，那要怎么办嘛？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我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呢？它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所谓的好不好不都是你去定的吗？那很多人还觉得结婚好，还觉得男人好呢。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自己。其实我说这些，我并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做什么，或者说劝阻大家去做什么，而是我觉得做任何事之前，或者说在做的过程中，你要随时感受自己的内心，然后问自己，这一切是你想要的吗？这一切是你
觉得舒服的吗？或者说对你有进步的吗？自己真的喜欢的吗？因为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很喜欢，然后你做的很舒服，而且又给你带来很多收益，让你有很大的进步，不可能，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嘛。但是你总要选一项吧。有些事情你如果觉得没有收益，但是能让你很高兴，那你也可以去把它发展成兴趣爱好。如果有些事情你不喜欢，但是能给你赚很多钱，或者能让你更有权利，那你可以把它当成工作，换取你所需要的生存资源。但是如果一个事情它什么都没有，你又不喜欢，然后又没有收益，或者说收益不足以你在其他事情上的收益，那你为什么要去做呢？就算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告诉你啊很好很酷很有前途，但是这并不适合你啊。我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条路吧，而且女人的寿命也很长，你不需要去听婊子的那些让人很焦虑的那些话，因为他们的人生很短，他们很快就死了，而且他们自己就是作为配子的这种心态，他们当然是会有这种很强烈的生存焦虑。但是我们女人，尤其是已经觉醒的自然女，其实你真的应该有很多个选择，你要去凭借你的智慧、你的感受，去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。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长久之计。好啦，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关注，拜拜。